那当然政府是说没有，我们没有限贷，但是这个期限是多长大家不知道。但现在因为整体的交易时间拉长，屋主就说怎么还没交屋啊？你每一天他可以跟你收2/1000的这个滞纳金。随便讲，台北市2000万的房子，如果你 delay 了1个月就是12万。我的妈呀！希望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嘉露。原本呢是一片美意的新青安贷款，想要让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有机会也可以买房，但主要的目的还没有达成，就因为房市过热，制造出了更多问题。所以央行呢在近期祭出了所谓的限贷令央行不承认是限贷，但大家还是说它是限贷令，就要国银行库呢在9月6号之前检视一下自家不动产的放款状况，然后要提出报告，就对已经成交等着贷款下来就可以交屋的民众呢是一记重锤，大家就是热锅上的蚂蚁都说等不到排不到这个贷款下来，所以对房市到底造成了多少冲击，我最近在网络脆上真的看到太多讨论了。今天再次邀请我的好朋友房产专家张旭然，旭然好。嗨露露，各位听众大家好。上次旭然来我们就是整个故事的上半段，那一次来是在讲到说新青安嘛，就我刚刚前半段讲的好像要帮年轻人买房，结果房价变得又更高，然后房市热到一个觉得很夸张样子。对，接下来今天来就是下半场了，急转直下。对呀，剧情的发展真的让很多人措手不及。你自己在业界也没有想到，就是说政府一下子就是那个风向立刻就变了这样。对，其实很妙，你知道吗？其实因为我们长期跟中央大学有做一个灯号指数的景气灯号指数的调查，然后那时候就显示说下半年整体的景气灯号会往下降。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很不解说为什么从历史的20年来的资料它会往我们带向那个方向。然后后来你看渐渐的就会发现说其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涨多必跌，跌久必涨，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景气循环的道理。那现在的房市过热，它其实都让很多的地方亮起了警示的灯号。那当然央行当然政府都会积极的去介入，也避免有所谓的炒房啊，或者是房价过高大家追不上这样的状况。那果然我们央行就请喝咖啡了，还是一杯又苦又冷的咖啡整个就降温了。而且我后来才看到报纸还是反正媒体有写说，有的甚至是1对1的喝咖啡对，压力超大的。所以你知道，你像露露，你看你每次如果在播报啊，那你常运动对不对？你又常常出去晒黑，如果你的总经理就跟你讲说露露，我觉得你最近黑啦他虽然没有明说露露你不能再晒了，对，那你只是知道，你知道他关切你的皮肤状况，关切你的肤色，关切你上妆，但他有说你不能吗？没有。可是我化妆师都跟我说，你的澡没有洗干净太久没洗了，太久没洗了，好几天在骂的。对啊，反正央行找大家去也不用明的讲啦，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所以他说没有限贷是真的没有限贷，他没有限制你不能贷，但事实上整个银行界本来就有它的一个游戏规则在它毕竟是一个这么严谨的一个行业。那大家最近常讲的这个放款天条，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好了，这是银行法的72之2条，它规定呢，我们商业银行针对住宅相关的放款的比例就是不动产相关的这个贷款的比例，就我们借房贷啦，对，不能够超过你的总存款，就是银行你本身的总存款以及金融相关债券。那不管啦，反正概念就是说就像我们每个月的收入我们自己会配比嘛，我的娱乐费不能超过多少，家用啊什么的，对，你会自己抓一个预算嘛。那一样啊，银行它也要抓一个预算，是我贷出去不动产相关的呢，我不能超过我总数的30%。那事实上一般的银行它自己就会有一个内规，它自己去调控，就大概28就不行了。所以呢现在非常多的银行是到26、27了，毕竟满水位了。确实有一些公股银行因为新青安的因素，所以呢它的比例有点偏高了，那他们脚步就放缓了。它这个比例指的是所有的放款，就是所有的贷款里头的房贷的部分的比例，没有，就是我的手边的存款现金，它的现金的概念它有多少现金，然后有多少比例可以拿去做不动产的放款，对对、okay。 那当然其他还可能信贷啊是另外的，那是另外的，对，那不在这个扣打底下。那所以这个
天条呢，我们可以拆解几个方式来了解它。第一呢，它是针对商业银行，也就是说呢，为什么我们最近说，你如果公股银行借不到，民间银行借不到，你可以试试看农渔会啦，合作社或者是现在其实前几个礼拜也开始有寿险业者他愿意释出善意说，我们其实也可以帮忙，因为其实这几个单位呢，他们是不受这个天条限制的，因为这个72条它限制的是商业银行，所以像邮局啦、农渔会啦、合作社啦、刚刚讲的寿险业者啊，他们没有这个比例，但他们仍然有另外一个比例，但相对宽松。但公股银行算吗？公股银行是OK， 除了土地银行以外，土地银行是属于不动产的土地专有的专责的银行，所以它不算。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有一个内规去做调控啦，对，只是说比例的状况，比例太高对他们来说也是风险嘛。没错没错，他们必要去做一个把关啦。那所以在这几天的一个变化，你会发现大家四处在总集啊。那另外一个也要告诉大家的是，事实上呢，你不是现在没有扣打就等于我今年都没扣打。为什么大家说要排队？因为这个扣打这个水位是浮动式的。今天如果有人大笔还款，我中了乐透，或者是我卖了我台积电，我大笔的去偿还我的房贷，那这样的水位就释出了，有机会让其他的人贷得到。亦或者是我们在讲刚刚的存款水位，为什么最近比较吃紧？因为的一方面非常多的上市柜公司它可能放股利所以它把这些钱提去拨放股利了，所以它的整个存款的水位，银行的存款水位就比较低了，对，比较低了。那亦或者是可能非常多人不存钱了，定存解除了，那去买 ETF， 没错没错，就是做其他的投资都有可能。所以这代表说这个水位是浮动的，所以为什么说要排队呢？大家就是要排队等扣打，一旦有这个扣打释出，那我们就有机会可以贷得到。但是扣打什么时候会下来？不知道，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困扰。而且排队是怎么排？是按照大家送件的时间去排吗？还是它有一个逻辑吗？按照你的背景，按照你的背景，天啊！那我们这个背景的定义有很多种啦，我们大家讲说大咖小咖嘛，通常就是你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了。那这所谓的关系也包括除了你认识谁啊，如果你认识比较上层的高层的银行里面的，对，可能就比较好，可以先拿到一些扣打，或者是当然你跟银行的往来互动会比较频繁的，亦或者是其实在之前我也听过有一些所谓专门做企金的，就是专门负责企业客户，然后但是你是企业客户的负责人他虽然不是贷款给你的企业，但是因为你是负责人，他要跟你做好关系，所以呢，如果你个人要房贷，他可以先帮你疏通。所以就是嘛，有关系就没关系嘛。所以说回来，大家说的排队，那一样，过去呢，我们常讲说，你如果在签约之后呢，实际上你去做银行的贷款申请，到实际上对保前拨款，通常大概会是在2-3周左右的时间，这已经算得很浪了。但是昨天我才问银行的人员，我就说那如果我们现在一般要去排队的话，到底要排多久？老实说他说是一个问号，但你保守的至少要抓2个月。你想2个月，从过去不到1个月你要抓2个月，那你知道他的流程怎样？我分行先收单，分行愿意收你已经会觉得很感恩了，因为你很怕就是说大家如果闭门羹一吃，你不知道去哪里，对，那他愿意收件，他帮你去排队，那排是排哪里？排总行，总行再去看每个这么多分行要来的人，他在依序拨款，那依什么序呢？依什么序呢？这个因为门关了，我们怎么知道他依什么序？他不会有一个号码牌给你，你也不会知道说叫号叫到几号，我就是下一号啦。对啊，所以他们当然优先是去衡量说，谁是他们比较往来密切的大客户。那当然也包括有一些银行，它会透过利率的方式来做一个排除跟优先序，也就是说，他给你比较高的利率条件，你如果你也愿意买单，那他当然会愿意来服务你。其实，在商言商啦，银行也不是吃素的，那他要做
有限的资源分配，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显而易见，而且非常可能理解的一个做法。所以现在最影响最大的是哪样的一群人？就是大概在6、7月刚签完约，准备要进行拨款的时候，发现哇，明明讲好的利率被调高了，明明说可以的没有扣打了，然后要去哪里不知道。所以其实之前确实有非常多朋友在比较早一点，大概6、7月的时候，我听到非常多求助的电话是打给我，他就说你有没有听说，你知道吗，我当初本来跟渔会、农会或者是跟公股银行讲好的这个利率因为他买的是在双北的房子，他一定贷超过1000万，那多出来的扣打的对方本来一开始跟他讲说 2.1 2.2 左右的一个利率，但后来要变成 2.5 了，他会觉得说跟我当初的算盘不一样，他那时候还有来得及去比较，去选一个相对低的，但是再过不到1个月，我们听到的都是通通不成做了。就是连刚喝完咖啡的时候，是直接吃闭门羹的。我有非常多银行界的朋友连谈都不用谈了，因为银行界的朋友就说好啦，这下可以休假了，因为他们眼睁睁的看着这么多 case 他是不能服务的，那当然他们也不敢讲得太清楚，但是他们很知道这样子的氛围跟游戏规则，他们现在不方便接单，那他们不接单，当然银行没得赚，那二方面扣打要留给相对资源高的，譬如说大家讲说很多土融建融也就是建商他们好像还贷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企业客户他们的利率有些可以谈高一点，那他们谈的高一定都比一般的购物者的各方面的条件，我指的是说他们付给银行的这个条件一定会让银行觉得说我当然是赚你比较划算，所以他当然会把钱留给这些人，所以就让很多小资族是更加的辛苦，你知道吗？像我原先是用新青安贷到的，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是不会，你贷到新青安你贷到的钱到手了，那都没问题，现在是不晓得人家有没有要服务你的对，只要钱还没拨款的，其实这些人他都很焦急的在等待。那当然政府是说没有，我们没有限贷，但是这个期限是多长大家不知道。那这个期限到底对小资族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因为刚刚也提到说我们从签约到事实上原本预定的交屋时间，其实说大概1个半到2个月之间，但现在因为整体的交易时间拉长，我们看到第一线非常多的案件是屋主就说怎么还没交屋啊，你这样子超过交屋期，我们当初合约这样子承诺的写得清清楚楚几月几号交的，对，那其实照合约精神，他们是有所谓的滞纳金的，也就是说你只要超过这个时间点，那你每一天他可以跟你收2/1000的这个滞纳金，那成交价的2/1000，成交价。所以如果我们以随便讲台北市2000万的房子，每一天他就可以跟你收4000元，4000元如果你 delay 了1个月就是12万。我的妈呀！哎呀，我们小资族买房子就很不容易了，当初砍价杀价，好不容易砍了一点价格下来，你现在因为我们的贷款 delay， 你可能会多缴个12万。好，那如果以这12万来讲，小资族当然不愿意付那当然就拜托房仲人员说你可以帮我们跟屋主稍微讲一下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对，因为我们当初签约的时候也没料到这个情况，对，那就要看屋主了，刚好我们遇到有个屋主心情，屋主就觉得又不是我的问题，对你没有钱，那这是你原本就应该考虑的，所以有些屋主如果踩着硬的话，其实房仲也真的是两面不是人，因为两边都是客户，对，你总不能老是让卖方吃亏嘛。可是问题是说，其实这件事情既不是买方的错，也不是卖方的错，对，所以他总只能去中间磋商啦。真的，那磋商的结果，你没有办法去强求，你只能希望屋主来体谅，但他不体谅，你也真拿他没辙。对，你也不能情绪勒索人家。对，所以现在如果正要做签约的因为现在这个氛围当中的，我们有些房仲都会协助去沟通这件事情，就是在
合约当中就去加注了一个相对的条款，说如果我们是真的要买，但因为这样的话，对，如果因为贷款拨款日期有导致交屋延误的话，那我们可以重新来协调协商这个交屋日，让这个合约有一个缓冲，也不要说直接那个日期踩到了，我们就马上要交罚款哈，那让双方呢都有一个协商的空间，去证明说这真的是情非得已，是因为这整体的氛围环境导致的。所以刚刚就在讲到说，一般小资族啊，或像你们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真的就非常辛苦这样子。可是回头来讲，就是政府的政策，这个风向一转，下面影响之大，那现在就看不大懂。因为我们先前讲到新青安也是鼓励大家，就是尤其希望让年轻人嘛能够轻松一点，可以变成一个有壳一族这样子。好，这一回呢市场又太热，然后你又看到金管会或经济部或是甚至行政院长卓荣泰，他前段时间讲话那个都语带保留，说我们没有要限贷啊什么的。那央行又是这样做，那另外行政部门又是感觉起来就不同调啦，看不懂。就是你们自己怎么来看，到底政府是想要达怎么样呢？因为这完全影响到民众怎么做决策。其实大家看这个时间轴的发展，你会知道说，时空背景不一样嘛。新青安是去年选前的一个时间点释出的，那当然也会希望说，真的帮小资族一臂之力，但是殊不知呢，乱象更多。因为当初在提供这样子的优惠贷款的时候，可能很多相对应的所谓的检查机制、稽核的方式没有环环相扣，没有环环相扣，所以就变得说，有一些有不孝的业者，他有心人士，他就说，那反正露露。你首购你没有用，你借我，你借我这个，反正你也没差，你又用不上就找到漏洞可以钻。对，他针对那些没有钱、没有要买又用不上的人，那你借我，也许我会给你几万块的好处，就是人头嘛，我们那时候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确实会整个买气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旺的，那个旺是来自于有一些非首购非自住。那后来当然政府单位也上紧发条说，那我们要去稽核去配套去确认他后续有没有出租的行为啊，或者是有没有金流上面的问题啊。那再来往下的发展就是不行，这样子的做法还是没有办法抑制，尤其是我们看到预售屋也热起来了，主要就是因为预售屋太热了。对，但有点好笑的是，你事实上你去限制贷款，有点对预售屋没辙因为预售屋3-4年以后才会交屋贷款你会发现你在不断的打压，人家没在怕，反而是就是中古屋，因为他不用贷款，对，不用贷款。那反而你让没有办法买中古屋成屋的人就转向预售屋了，因为他眼睁睁的看着房价我就是追不上嘛，中古屋没钱贷买不了嘛，那我要去哪里？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预售屋了。所以预售屋会不会因此而被打下来？好像没有那预售屋的价格还是高高在上因为它现在炙手可热。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它的一个关联性跟前因后果好像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达到大家希望，比如说交易热当然确实下来了，可是你降的是中古屋，那你希望预售屋降下来，好像没有，希望它降价，好像也没有。对，那现在你刚刚提到的不同调的部分，因为这个优惠政策是来自于财政部，财政部它针对它想要扶持大家买房这件事情呢，它释出优惠，可是以央行的角色，它是要去做利率的调控，金管会的角色，它要去做金融的检查，避免整体的一个风险性，所以大家各司其职，大家就管它能管的部分，所以就显得大家会好像政策很不一致，对，会不太同步，对，那别人大家就不知道你到底是鼓励我买还是鼓励我不要买。虽然现在确实有说啦，你只要是自住的首购的没事，保你没事，你一定贷得到，但是很妙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家对于首购在银行的标准里头，他去限制或去做的定义，其实是你名下有没有不动产相关的贷款。他并不去限制你是不是人生第一次买房。那如果是夫妻呢？是夫妻一个单位还是夫妻一个单位？夫妻是一个单位。所以你如果是单身，我们刚好有朋友他是在
他是年底要结婚，他年中就赶快先买房子，就刚好抢上车，上了新青安的车，他就不会跟他先生原本持有的房子绑在一起。所以他的先生原来就自己有房，他的未婚夫未婚夫，对，未婚夫有房，他还没房，但他们还没结婚所以呢，他就是属于婚前，但是是单身，而且是用了首购新青安。对，那刚刚讲的这个游戏规则呢，今天是不排除你如果买了赚钱了，我卖掉再来买的。所以刚刚讲的就是先卖后买，如果我要换屋的话，或我中间要套利的那种方式的话，因为他同时期名下就只有一间房子，他在银行眼里还是所谓的首购，这查不到我觉得银行现在的人力可能没办法查，或者是没有被要求一定要这样查，因为游戏规则里头没有那一条说你不能够卖了再买，或是如果你怎样的话我就要罚你什么什么，有一个法则也没有。因为其实这是东西有点难定义啊。如果我说我卖了再买，我是换屋主啊。对啊，对，但是也有可能换屋主就不算首购了吧，对不对？但他在新青安的范围当中OK， 因为新青安的定义它就是你只要同时间名下没有其他的一字号，就是代号1的这个贷款，那这个代号指的是你是不动产相关的贷款。这就是为什么阅读素养很重要就是字字斟酌，字字逐级耶。没错，我一直以为我真的是一直以为首购就是你这辈子第一次买房了，所以我也没想到说原来换屋也在首购里。所以露露，首购不是你想的首购，现代不是你以为的现代，真的是不是大家要念书？不是，我是中文要好。我以为我的中文很好，但实际上放在政府的那个词典里头可能是不同意思。对，所以他再三跟你说，我们没有限制你的贷款，但是我们会慢慢贷，这不代表你贷不到，只是有可能你会贷不足，然后没有办法这么快贷到，那他会加强检查，什么时间不知道。天哪！所以你说现在市场上的气氛就是预售屋还是照样热，然后虽然确实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些预售好像也有多多少少受到影响，因为毕竟尤其是中小型的建商，当他如果面临到他实际上要交屋的这个时间点，他仍然会需要协助他的住户去跟银行来做分户贷款，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建商他们可能在前期都会先跟特定的银行先讲好说到时候我们交屋了，我们统一同一个银行来做这个相关整个社区的贷款嘛。那进行到分户贷款，有些银行它可能也会有水位吃紧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们当初的合约是3年前讲的那它这个水位跟它的定义，对，跟它总行的策略，跟他喝咖啡以后解读的这个他觉得要怎么做才能够迎合上意就是大家的做法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呢，现在可能大家打带跑，就是一边看一边走，我先收一下，然后再来看看如果你的意思是我可以，我再来慢慢放，因为大家都不敢照进嘛。那所以以这样的情况，确实是有一些预售屋，当他交屋受到影响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他之后的布局规划，因为毕竟银行它需要就是建商它会需要土融建融这可能都算在扣打底下。那如果小的建商它固定都会它的现金水位不够，它没有办法像一些大建商每次买地就现金梭哈，那它就必须要仰赖这个仰赖银行的扣打，所以其实多多少少是环环相扣的啦。但是最终的结论就是有钱的不怕，有现金的不怕。谁呢？刚刚讲到大的建商他们有足够的资源买还是照样买或者是比较大咖的高资产客户，你会看到我们常常在报道的豪宅的这些买方呢，动不动就现金好几亿，但问题那就不是我们一般人对，所以这几个市场不受影响。那当然刚刚讲到这个放款的水位也不受影响的，也包括有一些像工厂的建厂或者是
社宅啦，对都更啦，像这进行中的，那它被排除在外，主要就是因为也不想要影响到整个重大建设或者是区域的规划发展，所以这个部分呢，现阶段是看起来不受影响啦。不过仍然我觉得大家可能脚步都会放缓，尤其是一些建厂啦，或者是有些比较大的建商，他们如果不管是工厂、厂办公室一般的住宅，他们都有在推的，那他会需要去做资金的重新规划，所以我想下半年整体来讲，整体的脚步会放缓，所以就是量会缩，对不对？就是量一定缩。其实今天是8月底了嘛，那我们看到各个房仲的实际成交状况呢，几乎大概整体的量都下跌大概2%多。是跟什么时候比？上月8月跟7月比起来，很明显，因为很多人是急踩刹车的，不管是你亲身经历，或者是你亲耳听到，其实就非常多的人都感受到现在的风头不对了，所以呢，正要签约的可能踩刹车了，甚至有可能赶快的要去做，也许解约啦，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规划，他们都会放缓。正在看房的，他们可能就真的在看而已，他不买了，不签了。对，所以其实影响性是蛮大的。那价呢？因为观察市场就价跟量嘛，量缩了之后，大家还是希望价能不能有松动空间。不过我刚刚听你讲，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屋主的反应，屋主的期待，他一定会觉得这只是短时间的。而且老实说，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用现金买房子的人还是存在，不是我们刚刚讲高水位的我自己在卖淡水的房子的时候，那当然不是现在这个氛围啦，是大概2年前吧。然后我的房仲跟我说他要去卖股票，我说干嘛卖股票？不是后面就是贷款？他说没有，他就是现金要跟我买。我说他做什么的？他为什么可以现金买？当然我们总价也没有多高啦，可能1000多万的房子，可是我会发现我一直以为是那种有钱人才会做这样的规划，可是他就说刚好可能家里有帮忙再加上自己有一些股票有获利，所以呢他刚好这个时候结清来买。我想其实确实是有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其实你也认识他好多年都不买房子，然后跟他老婆甚至在买房子这件事情有点意见不一这样子，他其实心里头就一直想着他要存够钱才买所以等到他存了，真的当然他收入也不差所以等到他真的是买的时候，他差不多是没有贷款的状况买的。对，所以真的有些人他购屋的想法是跟大家不一定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是理财观念跟他用财的习惯。那尤其中南部蛮多这种的，用现金买房。对，有的人中南部总价其实有些不高，然后二方面呢是他们偏向不跟人家借钱，不管是跟银行借或跟任何人借，就是他们的习惯，就是他们的习惯。对，他们就觉得我这反正我现金没要用啊，对我跟人家借钱又要给人家利息，对，就不想欠人，所以他们就用现金买。所以呢，其实真的到现在就是有钱的最大，有现金在手的呢，其实就比较能说话。所以换句话说，你现在如果同一个屋主我面临到一个跟我苦哈哈的说，拜托你看你给我宽限我交屋期要拉长一点。那另外跟你说我现金跟你买好，那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降低价格？不会。而且我们刚刚讲说现在可能有些小资主他担心这个原因呢，他希望跟你加注一些条款说那这样你不要给我交滞纳金我晚一点然后什么我如果真的因为这样违约你不要罚我不算违约。那你的啰里吧嗦条件这么多，另外一个要跟我用现金买，我干嘛要？所以它在价格上或者是在姿态上面其实就会不一样。所以现在回归头来说，你刚刚问氛围会不会让整体的价格往下？我觉得还要让子弹飞一回，就是你必须要让这个整个市场成为一个一个普遍的状况。现在还在观察期就对了，会不会现在因为整个风向转得太快了，我觉得屋主他的心态还没办法这么快调整，除非他很急，除非他也急着说我现在就是要现金，你现在有你有钱，好我就直接卖你，不然的话其实很难。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讲说预售屋整体的交易还是相对热，
虽然可能有一些或多或少有机会减少，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的情况之下呢，它其实不用急着透过让价的手段来促进成交，所以暂时看到就是虽然量缩了，但是价还是维持在那里就对了。对，因为预售屋常常都是该区域当中同路段的天花板，它价格已经卖到这里了，你叫旁边的新成屋为什么没事要让？因为它撑在那里嘛。所以价格我觉得要先看整个预售市场的变化。那这段时间会不会真的就是淘汰掉一些投机客，把它淘汰出市场？这个就会吗？因为投机客呢，他们向来最擅长的一个操作手法就是杠杆。他要用最少的钱去做最大的资金周转，或者是最大的利差。所以为什么之前大家就说新青安要用好用满？因为它可以用宽限期这个优势，缴最少的利息，去换得未来3-5年后它的一个价差，反而助长投机了耶。没错，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现在没有新青安，或者是我贷款不利，或我利息增加，然后我要跟你排队排这么久，导致我违约，其实绝大部分的投资客没有那时间去跟你玩这个。其实有另外一种可能是，这些投机客呢，可能又会回到预售市场。因为预售市场是根本没有贷款问题的。最起码现在没有啦，3年内没有。对。哇，所以这样整个看起来还是就像你刚刚讲，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要再观察一下这样子。包括政策的变化，它会不会松手？包括9月，他们会不会去做进一步的不管升降息或者是信用管制？信用管制会不会扩大区域？限制范围增加，或者是成数下降，其实都会影响到后市的变化。那因为现在其实因为美国传出是会可能降息的，那台湾9月嘛，对，台湾升息的机会，我个人觉得不大，但我毕竟不是总裁，毕竟无法代表央行，我只能说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已经风声鹤唳了，然后也不需要用太激进的手段再去做其他的抑制，所以我们只能说好像这个时候也不再适合说太过激的手段，会导致民怨。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有点快受不了了。我在网络上看到大家催上面反应，所以如果务实一点给大家一点建议好了，真的要进入到房地产市场，我真的有需要，我想要买房，那你会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吗？如果真的是首购的话，我真心相信你是不会贷不到的，只是贷的这个利息可能的机会成本是增加的，因为包括刚刚讲的利息增加，你每个月要缴的房贷会比你原先预期的再高一点。那再来，你的宽限期可能不会像之前这么好。那还有包括你后续要贷款的这个时间点，你整个准备期是拉长的，所以我们一般会提醒大家，你可能过去抓2成或3成这样的自备款呢，你可能要在网上再多抓一点或者是说你就没办法，就刚刚好，你就只有3成，你没办法再多了，因为我们也会担心说他在核贷的过程当中，他的成数会不会不如你预期？因为银行的态度现在一定是相对保守嘛，你贷2000万，你买2000万的总价，他可能会觉得没有，你这个大概值1800，我用你进价都会把它往下压，有可能他各方面都是他可以做调控的手段嘛。那他当他建价不足的时候，你的成数就会不足，一样给你8成，你成数不足，那你要做的准备款就会多一点。因为我就不是2000万给你8成了，我可能是1800万给你8成。没错，所以呢，那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财务规划。举例来说，你的装潢费用会不会因此要打折？你的家电不能买这么好，你要买国产品牌了，要买白牌。对，所以你可能在整体的你的财务规划，你要做相对保守的计算，你要提高你的自备款的成数，你的装潢款可能要阶段性的完成，你不能够，也许不能够一次到位了。你原本预计300万一次做好，你可能想一想，对，分批做，那个系统柜先不做了，我先买现成的柜子，类似这个是要在我们自己的算盘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绝对的答案，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一样，每个人的就是他自己的公司啊各方面的信用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你的资金调度来源，也许你可以卖台积电来换现金或者是你有一些投资，你有一些股票公司配的利息可以
做一些调控。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去帮大家讲一个公式，但必须要讲的是，下半年如果仍然有购物规划的话，很多事情你要保守的去看待，但倒不用想说有没有可能价会掉，这个我觉得你看你完全都没有提到这个可能性耶，有一点难度，有一点难，对不对？对，整个市场氛围跟整个房地产的走势，它不太容易这么做，是包括很多的成本是增加。我们先不要讲什么碳不碳税了，因为其实碳税有些人说假议题因为这根本还没发生。但是未来的走势跟我们长期观察房地产，你是我们常讲说它是一个时间财。你不要看说3个月之内它的起起伏伏，你要看的是也许3年跟10年之后它整体的这个走势呢，它是往上的。你就会知道说当公共建设，当一些基础建设进来的时候，其实整体的利多会让区域的发展是更好的。那土地价值增加，就算房屋折旧贬值，可是土地价值的增值呢会远超过的，所以它有一点难说期许你期待它会叠加。小幅的修正，或者是有一些过高的，或者是有一些建商的让利，或许有可能有机会因为价跟量的变化来做调整。但是如果是整体一个区域长期的一个状况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难，对不对？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的一个题目哈。你说价钱跌这件事情啊，我不走，因为今天要绑这个题目嘛，我最近看相关的新闻就会比较多。然后我印象中就好像看到有贴给我一个连结，就是有一个人他就真实的反映说，我自己本身我在想买房，我没有买房，跟我买房之后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没错。对，我还没买的时候，我看那个价，我老是觉得太高了，希望它跌一点。我真买房的时候，你说要跌价，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就那一夕之间这样子。因为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了，没错。所以现在有些人还在门外看的居住正义，等到真的进来之后，完全又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期待房地产市场呢？对不对？对，就总之就是不要投机啦，因为你不要投机，这是真的。对，因为你如果投机的心态，你一定是说像股票一样，哪一天跌了你赶快买，然后呢你卖那天你希望它涨，不太可能这样。房地产有点难，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如果我们用自住的概念来讲，你其实心里就不会，因为毕竟就算有一天它小幅修正或跌了，我还是住啊。不要说什么省不省房租好了，你的资产你是透过这个去累积资产，然后长时间呢，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说土地增值之后，你的资产是会累积的。你强迫储蓄的概念也好，或者是当作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资产投资的概念来讲，它其实长期都是会累积的了。对，所以真的我觉得你只要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自住的想法去思考这件事情，不要投机或者是老是往投资我就觉得其实心态上会踏实很多。其实从房地合一税上路以来呢，这个整个房地产的游戏公式都不一样了，就是没有在短进短出的这个效益，虽然还是有人在做，但是它的利益空间不大了。所以要看房地产这件事呢，它还是一个不动产，大家讲不动产，对，就不动如山，对，它不是动产说你可以快速买卖，所以你也不要期待你可以快速买卖然后获利，它跟股票的游戏规则毕竟是不同的。对，从自住角度来去思考啦。一方面资产呢，二方面我觉得心里头踏实度不一样。可能女生嘛，我不晓得，就有一个自己的窝，感觉不一样。好，今天非常谢谢旭然，我们就再来观察接下来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有需要随时的请教你了。好，随时 call out。好，这样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我们节目里每个礼拜2、5更新上架，那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得到。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聊新闻，欢迎订阅分享，并且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跟5星评价。那我们现在呢有粉专 IG， 所以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可以回馈给我们，同时也欢迎广告商务合作联络方式呢，我们就会留在节目资讯栏里。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就礼拜5空中再会，拜拜，拜。